我把寡妇婆婆和老板在公司亲的视频发给了老板娘，老板娘直接在全网上演直播打小三。此后，婆婆造谣我，老公算计我，小姑子引导全网网暴我。本来就是你的错，还能怪到我头上来？那就用魔法打败魔法，让你们一家人好看。当老板娘出现在直播画面里时，我惊得抖落了手上的蛋糕。老板娘来得太快了。2周前，寡妇婆婆因侄子上学的事大闹公司，害我被公司开除。没想到婆婆竟趁此机会勾搭上了老板，此后整日去公司张牙舞爪。本来就是个扒皮公司，还有个时常骚扰女同事的中年老板，再加上一个常来公司耀武扬威的寡妇婆婆，公司同事彻底忍不了了，干脆合伙偷拍了婆婆和老板在办公室亲的视频。你家这个寡妇婆婆可了不得？当然了不得。自从我结婚，乡下的寡妇婆婆就以照顾我的名义强行搬进我家，可她整日游手好闲，就知道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去跳广场舞，一点照顾我的意思都没有。家里的大事小事主要还是我在忙活，我忍她很久了。同事来消息，便是问我有没有老板娘微信。真不巧，前段时间对账的时候正好留了老板娘微信。作为新时代正直青年，揭露真相是我们的义务，只是随手转发，没想到老板娘竟来得这么快。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同事一时兴起，甚至在抖音上开了直播，实拍正式暴打小三。夺人眼球的标题下，直播间的人数蹭蹭上涨。先是涂着红唇、穿着旗袍的婆婆出现在了直播画面里，滚开，挡了老娘的路，信不信我开了你？咬咬婷婷的婆婆被新来的实习生挡了路，趾高气扬地指着实习生鼻尖大声训斥，吓得实习生一言不发，只敢泪汪汪地望着婆婆。这老板娘好强的气场啊，一把年纪风韵犹存，这要是我老婆多好啊！弹幕惊得我喷出口中的奶茶，怎么就看出来这是老板娘了？我的指尖在手机上疯狂的输出，这一看就是主场啊！这老娘们不是老板娘，我就直播啃键盘。楼上666，可别啪啪打脸。我定睛一看，这不是我那同事的账号吗？弹幕区聊得火热，我甚至没注意到婆婆进了老板办公室，跟着老板娘出现在了画面里。老板娘手下长着好几家公司，是个典型的职场女强人，走起路来气场全开。老板娘好！沿途的同事纷纷站起来向老板娘问好，这才是老板娘的气场啊！刚刚直播啃键盘的兄弟呢？啃键盘能有抓小三精彩吗？兄弟们别管我，看正片了。只见老板娘顺势拿起手边的笤帚，气势汹汹地踢开了办公室的大门，镜头随即贴在了办公室的玻璃上。透过缝隙，只见老板娘一下一下狠狠地打在寡妇婆婆身上。你个臭寡妇，竟敢勾我男人，不知天高地厚！寡妇婆婆一时不察，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只得慌乱地钻进桌子底下。还有你个臭男人，给你个公司管管，你就在公司养小三！老板娘又把矛头转向老板，俯视着跪在地上的老板，大声发问：媳妇，我错了，是这个婆娘勾我的。老板一狠心，抓着寡妇婆婆的头发，把寡妇婆婆拉出了桌底。你打她，都是她的错，我对你可是一心一意的啊！老板娘闻言，又是一脚狠狠地踹到婆婆腰上，婆婆疼得蜷起身子。这寡妇跌倒了还这么迷人，这柔弱的小样，我是男人我也受不了啊！妖娆在地的婆婆又掀起一波评论区高潮，别拍了！突然，老板发现了摄像头，对着镜头大声怒吼，直播戛然而止。许因
你竟然还在直播间带节奏，你疯了吗？视频在网上疯狂流传，没多久便接到了老公李峰的电话。1个月前，离异的小姑子突然带儿子来我家吃饭，说是为了侄子上学，想让侄子和小姑子李林住进我家。李林整天就知道拿侄子赡养费打麻将，临头倒薅我羊毛来了，我可不能惯着。义正言辞的拒绝后，婆婆便一直给我脸色看，不仅去我公司大闹，还整天在小区造谣我不孝婆母。人言可畏，一个同住我家小区的客户为此便和我父母断了合作，家里面临好几百万的损失，父亲甚至上了董事会做检讨。父亲兢兢业业一辈子，这可是从头一回当中检讨，我不禁有些懊恼。茵，你和李峰没吵架吧？事情发酵后，母亲打来电话，第一件事便是询问我是否安好。可后来父亲告诉我，因为婆婆的造谣，母亲日夜担心我，还去看了心理医生，被诊断轻度抑郁。我不做点什么，怎么对得起生我养我的父母？况且老板娘有权利知道真相，闹成现在这个样子，只能说是老板和婆婆自作自受。我只是随手转发了一个视频，你妈现在还在高兴的跳广场舞呢。没错，回到家后，不爱上网的婆婆仿佛无事发生，很快又收拾完毕，加入了广场舞大军。你简直不可理喻，你现在回来，我们离婚。老公追求我时对我百依百顺，我也是看他忠厚老实才和他结婚。没想到这1个月来，他竟一直一言不发，任由我被婆婆欺负，憋得我一肚子火。巧了，我也想离婚，我算是想通了，这种窝囊的男人不要便是。我立即打车回家商量离婚事宜，婆婆却以为我是回来求和的。行了，你把主卧收拾出来，今天就让小宝住进去，我就不跟你计较了。到家时，婆婆正瘫坐在沙发上，翘着2郎腿看电视，真是天真。视频不是我拍的，直播也不是我开的，老板娘本就有权利知道真相，这都是她和老板自作自受，哪里轮到她跟我计较？我准备把客卧的床铺收拾了，毕竟明天起就没人住了。死丫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婆婆闻言立即站起身子，走到我跟前，指着我厉声质问。身上的劣质香水味让我作呕，让你搬走的意思呗，我明天就要跟你儿子离婚了。我扇了扇鼻子，试图赶走刺鼻的味道。嫂子，你可得想好，这2婚的女人找不到我哥这么优秀的男人了。李峰是国企的外聘员工，最是引以为傲他的铁饭碗，甚至时常瞧不起我在私企工作，说我只是个打工的，他自己又何尝不是打工的呢？况且我只是暂时不想回家接管生意罢了。婆婆闻言赶紧帮腔，就是嘛，没人养你，以后饭都吃不上喽。就算我孤身一人，怕是也比你们过得好呢。我缓缓走到电视柜前，拿出自己明晃晃的金项链把玩，似笑非笑地望着2人。且不说我曾是职场精英，本就有赚钱能力，就说婚前，我爸妈怕我受委屈，给我置办我买了许多首饰、基金，就算我啥也不干，也能一辈子衣食无忧。2人看着手指粗的金项链在我指尖流转，脸都气绿了。行了，都别说了，来谈离婚吧。李峰感觉面子上挂不住，摆摆手，大手一挥，带头坐在了餐桌旁。婆婆和李林赶紧坐在他的左右两侧，我一人坐在对面，和他们3人对视。那些首饰就便宜你了吧，不过房子和存款，你和我儿子的1人1半。婆婆双手环肩，一副我捡了大便宜的样子。哟，房子怎么好意思1人1半呢？
我立刻装作不好意思的样子，起身去卧室拿房产证。既然你自己都不好意思，那房子就应该归我哥了。话音刚落，李林和婆婆不敢置信地盯着桌上的房产证，眼睛都绿了。房产证上的房主栏赫然写着我爸的名字。当年我爸曾说李峰不是良人，可陷入李峰甜蜜陷阱的我哪儿听得进去？我爸便留了一手，把这套写了他名字的房产作为我们的婚房。婆婆和李林根本没摸清情况，还以为李峰才是家里的顶梁柱。别想了，房子车子都是我爸的名字，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存款一人一半吧。毕竟夫妻一场，法律上来说也该给李峰分些存款。不过婚姻期间，李峰一会给婆婆拿钱，一会给李林贴补，家里存款不过区区5万块。果然，李峰闻言低下头来，手指在桌面上规律的敲打，不知在算计些什么。你让你那帮同事别带节奏了，我1分钱也不要。哦，原来在这等着我。那天被抓现行后，几个带头的同事破罐破摔，索性集体辞职。没想到老板娘大手一挥，不仅直接免了老板的职，还给同事们一人一个大红包。同事们心情大好，干脆拉了个群，没事就组织大家在相关视频下疯狂输出。眼看婆婆的个人信息就快被人肉出来了。李峰在国企工作，再闹下去，他恐怕工作难保。花2万5保工作，可真是好算计。只是前同事而已，可不听我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有个小群，你到底想怎么样？李峰强按心中怒火，压低声音，咬牙切齿地盯着我说：“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的。”我笑道：“你们今晚就滚出我家，所有我买的东西一件也不许带走。明天一早就离婚，咱们以后桥归桥，路归路。那你让我们今晚住哪儿？”婆婆急了，站起身来，狠狠地拍桌子，手心都拍红了。何必呢？我又不疼，桌子也不疼。李峰，你觉得呢？我伸手在灯光下欣赏今天新做的美甲，真好看。好，但是我现在就不想再看到那几个账号了。李峰再三思索，脸上的表情变了又变。为了工作，还是松口了。儿子啊！婆婆闻言一时失力，倒在了小姑子的身上。那就滚吧！我信步至门前，打开房门，挑眉望着3人。家里的大部分东西都是我买的，李峰他们可拿的也就一些不值钱的衣物，我得收拾收拾。婆婆拉着小姑子往卧室走去，被李峰一句话拦了下来：“走，有魄力。不过看小姑子那副委屈的样子，怕是不能善了。”隔日，我便和李峰递交了离婚申请，冷静期一过，便自动离婚。如我所料，小姑子很快坐不住了。小英，赶紧看群消息。这天，我正在沙发上惬意的敷面膜，庆祝自己重获自由，突然接到了前同事的电话，我赶紧打开微信。同事给的链接是本地网红的直播间，李林正在直播间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是我害我嫂子和哥哥离婚的，我希望可以通过直播间求得嫂子的原谅。是我心比天高，非要送孩子去城里上学，还妄想找房子期间暂住嫂子家。如果不是我妈就不会跟嫂子发生口角，我哥也不会因此跟嫂子争吵。我哥是个本分人啊，为了嫂子高兴，自愿净身出户。现在我妈被气进了医院，需要钱啊，可嫂子对我避而不见。我今天就是借这个平台给嫂子道歉，求嫂子原谅我，给我哥留点钱，救救我妈吧。”说到动情处，李林甚至冲着镜头直接跪下，拿着纸巾掩面哭泣。
一副弱柳扶风林黛玉的样子。我怎么不知道婆婆进了医院？不是昨天还在跳舞吗？想借舆论来搞我，怕是没那么容易。旁边的主播也配合着几下几滴眼泪。虽然我们的力量微不足道，但是希望可以借助大家的力量，让嫂子明白眼前这位小姐姐的心意。评论区炸成一片，这什么嫂子啊？人家都要找房子了，借住几天怎么了？就是还为此跟婆婆吵架，简直是大不孝，就该给婆婆负担治疗费。舆论完全倒向了李林那边，甚至有网友提出要人肉我，这是把此前对付婆婆的那招还回来了啊！想利用舆论逼我给钱，可他不想想，群众总是站在真相那边，而不是站在舆论那边的。小英，要不要我们小分队出动？上次婆婆的事情后，我和几个前同事觉得甚是投缘，索性保留了小群。现在他们几个磨刀霍霍，想为我出头呢。不急，你们先蹲一蹲，我会他们。我也登录了自己的账号，把 ID 改为李林前嫂子后，立刻申请和主播连线。事情越大，流量越多。主播看到我的申请时，原本故作着急的脸上表露出控制不住的喜悦。李林则突然面色发白，在连线画面看到我的脸时，直接呆住了。李林，没想到我这么刚吧？你的如意算盘又打错了。小姐姐，这位是你嫂子吗？主播见李林不说话，赶紧推了推李林，示意他回神。我则似笑非笑地望着他，看他做什么妖。李林盯着屏幕呆了，有些不知所措。5分钟后，突然回过神来，冲屏幕直直地磕头。嫂子啊，你终于来了，求求你原谅我吧，我妈可等不起啊。评论区见状，开始了对我的好一番谩骂。这个女人真是蛇蝎心肠，谁娶了谁倒霉。支持李林小姐姐，应该让这个女人净身出户。这女人我知道，家住幸福小区，她爸开公司的，找到了，就是这几个账号带节奏。我一直一言不发，任由李林表演，网友谩骂，直到几个同事找到了带节奏的账号。造谣犯法的，你们知道吗？主播愣住了，李林也愣住了。嫂子净身出户，支持美丽小姐姐，这2个账号泄露他人隐私是违法的，你们知道吗？嫂子，你有什么就冲我来，别连累无辜的人。李林也是反应极快，迅速出言，又一次把矛头对准了我。我理他，那才说明我愚蠢。就在我一言不发地望着屏幕，和李林对峙时，屏幕中出现了几名警官的身影。终于到了，警号已至破局，向阳而生。直播间里，随着警官身影的出现，原本喧闹的如同菜市场般的评论区瞬间安静了下来，仿佛时间都在此刻凝固，只有偶尔飘过的寥寥几条弹幕，如同死寂湖面泛起的细微涟漪，显示着观众们内心深处的震惊与好奇。主播的脸色在刹那间变得十分难看，恰似被抽去了所有血色，额头上密密麻麻的冒出细密的汗珠，那汗珠在直播间昏暗的灯光下闪烁着，犹如一颗颗晶莹的小珠子。他的眼神中满是惊慌失措，像一只陷入绝境的困兽，下意识的就想要伸手关闭直播，动作匆忙而慌乱，然而却被眼疾手快的警官稳稳的制止。都别动，我们接到报案，有人在网络上恶意造谣，泄露他人隐私。一位警官神情严肃，语气斩钉截铁地说道，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透过直播设备清晰地传进每一位观众的耳朵里，如同洪钟般在直播间里回荡。李林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毫无一丝血色，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
仿佛狂风中摇曳的残烛。他张了张嘴，喉咙里发出几声微弱的声响，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无助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我嘴角微微上扬，冷笑一声，对着镜头，声音沉稳而坚定地说道：“各位观众，现在真相即将大白。这个女人，也就是我的小姑子李林，为了谋取钱财，在直播间编造谎言，恶意引导舆论对我进行网暴。所谓婆婆被气进医院，完全是子虚乌有。昨天她还在小区广场上跳广场舞，生龙活虎的很。”说着，我向警官示意，同事们如同训练有素的士兵，迅速而有序地将早已准备好的证据递了过来。证据中有婆婆在小区广场上跳广场舞的视频，视频里婆婆身姿矫健，脸上洋溢着欢快的笑容，与李林口中病重的形象大相径庭。还有我与李峰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配的合理明细，每一项条款都清晰明了，彰显着公平公正。警官接过证据，目光如炬，仔细地查看起来，每一个细节他都不放过，眼神在纸张和视频画面之间来回移动。看完后，他面容冷峻，对着李林和主播，声音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说道：“跟我们回警局接受调查吧。”李林一听，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双手紧紧地抱住警官的腿，声泪俱下的哭喊道：“警官，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是被我妈逼的，她想让我哥多分点钱，我也是没办法啊。”他的泪水如决堤的洪水般奔涌而出，打湿了地面。主播也在一旁吓得瑟瑟发抖，连连求饶，声称自己并不知情，只是被李林利用了，那模样仿佛一只可怜兮兮的小狗。在警局里，李林和主播在警官强大的心理攻势下，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李林一边哭一边交代，那泪水似乎怎么也流不完。他抽泣着说：“婆婆得知李峰为了保住工作，答应净身出户后，心中十分不甘心，那股贪婪的欲望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焰，怎么也无法熄灭。于是便绞尽脑汁，想出了这个利用舆论逼迫我给钱的主意。他们花费钱财买通了几个网络水军，那些水军如同隐藏在黑暗中的幽灵，在直播间里带节奏，将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试图把我说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坏女人，让我在舆论的漩涡中身败名裂。处理完警局的事情后，我漫步在回家的路上，阳光洒在身上，暖融融的，微风轻轻拂过，仿佛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抚摸着我的脸庞，我的心情格外舒畅。这场持续已久的闹剧终于落下帷幕，我也彻底摆脱了前夫一家的纠缠。然而，命运似乎总喜欢开玩笑，事情并没有完全结束。几天后，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正坐在窗前享受着片刻的宁静，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我拿起手机，屏幕上显示着一个陌生号码。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按下了接听键。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尖锐而充满威胁的声音：“你就是许茵吧？我告诉你，李峰现在和我在一起了。他说他后悔和你离婚了，你赶紧把财产分给他，不然我不会放过你。”那声音如同尖锐的爪子，试图在我心中划出一道道伤痕。我忍不住笑出声来，那笑声中充满了对他的不屑。你让李峰自己来跟我说吧。还有，他现在什么都没有，是他自己答应净身出户的，怨不得别人。说完，我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仿佛甩掉了一只令人厌恶的苍蝇。没过多久，李峰果然找上门来。
那是一个阴沉沉的傍晚，天空中乌云密布，仿佛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李峰站在门口，看起来十分憔悴，整个人瘦了一圈，眼神中充满了疲惫和不甘，就像一只斗败的公鸡。曲音，你就不能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给我点钱吗？我现在工作也快保不住了，生活都成问题。李峰哀求道，声音中带着一丝哭腔。我冷冷地看着他，眼神中没有一丝怜悯。当初是你自己答应净身出户的，现在又来求我，你不觉得可笑吗？而且你和你家人对我做的那些事，我还没跟你们算账呢。李峰见我态度坚决，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狰狞起来，突然变得恼羞成怒。好，你等着，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说完，他转身匆匆离去，那离去的背影仿佛一只愤怒的野兽，带着无尽的怨恨。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心中没有一丝波澜。经过这些事，我已经彻底看清了他的真面目，曾经的感情也早已在岁月的长河中消失殆尽。又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在工作上取得了新的进展。凭借着自己扎实的专业知识、出色的工作能力和不懈的努力，我成功入职了一家知名企业。这家企业的办公大楼高耸入云，气派非凡。走进大楼，宽敞明亮的办公区域、先进的办公设备以及充满活力的同事们，都让我感受到了全新的气息，仿佛开启了一段充满希望的全新职业生涯。在新的环境里，我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一起讨论工作，一起参加团队活动，一起在下班后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真诚和热情如同冬日里的暖阳，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也让我渐渐忘却了过去那些不愉快的经历。一天，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阳光柔和地洒在街道上。偶然间，我遇到了婆婆，她站在街边，看起来十分落魄，头发凌乱地散在头上，像一团乱糟糟的稻草，衣服破旧不堪，上面还有几个补丁，显得十分寒酸。看到我后，她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又恢复了以往的傲慢。许音，你别得意，你不会有好下场的。我淡淡的看了她一眼，语气平静地说道：婆婆，过去的事我不想再提，希望你以后好自为之。说完，我便转身离开了，留下婆婆一个人站在原地。她望着我的背影，张了张嘴，似乎还想说些什么，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前夫一家。我的生活渐渐步入正轨，曾经的那些痛苦和烦恼都成为了我成长的垫脚石。我相信未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因为我已经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如何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这场与寡妇婆婆一家的斗争虽然充满了艰辛，但最终我赢得了胜利，也收获了更加坚强的自己。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将坚定地走下去，迎接属于我的灿烂阳光。日子如潺潺溪流，平缓且坚定地流淌着，不知不觉间，我在新公司已度过了一段充实的如同饱满谷穗般的时光。初入公司时，面对那全然陌生的环境，办公区域明亮却稍显空旷，同事们匆忙的身影和交谈声都透着一种距离感。我怀揣着紧张与期待，心脏像一只不安分的小鹿在胸腔里轻撞，但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恰似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瞬间驱散了内心的忐忑，让我迅速调整状态，一头扎进工作中。每日清晨，当第一缕阳光还未完全驱散城市的薄雾，整个城市仿若刚从沉睡中苏醒的巨兽，
街道上车辆稀少，只有清洁工人在默默地清扫着路面。我便踏入公司，清脆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办公室里寂静无声，弥漫着淡淡的咖啡香气，那是保洁阿姨为大家准备的提神饮品。我打开电脑，屏幕亮起的瞬间，仿佛开启了一扇通往知识与挑战的大门。我开始梳理当天的工作任务，将它们详细地罗列在便签纸上，每一项都标注上预计完成时间和重点注意事项。同时，我会翻开前一天做的笔记，复习那些密密麻麻的专业知识，从复杂的行业术语到最新的市场动态，逐一在脑海中回顾，就像一位即将奔赴战场的战士，仔细检查自己的装备。公司的业务繁杂，犹如一张庞大而复杂的网络，涉及多个领域，从新兴的互联网技术应用到传统的市场营销策略，从精细的财务数据分析到宏观的行业趋势把控。为了尽快熟悉，我主动向身边的同事请教，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我会在午休时间带着精心准备的问题，坐在同事旁边，认真聆听他们的解答，眼睛紧紧盯着他们在电脑上的演示操作，手中的笔不停地记录着要点。遇到性格开朗的同事，他们会热情地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那些宝贵的建议如同点点星光，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而面对较为内敛的同事，我会更加耐心地询问，用真诚的态度和专注的神情赢得他们的信任，让他们愿意倾囊相授。渐渐的，我的努力有了回报，在一些小型项目中，我凭借对细节的精准把握和对任务的高效执行，出色地完成了工作，赢得了同事们的认可。他们看我的眼神中多了几分赞赏与信任，也引起了领导的关注。领导开始委以我一些重要项目，每接到一个新任务，我都视作是一次提升自己的宝贵契机，仿佛一位探险家发现了新的宝藏地图，内心充满了兴奋与期待，全力以赴，丝毫不敢懈怠。一次，公司迎来了一个重大机遇，与国外的团队协同开展一个大型合作项目。这个项目规模庞大，犹如一座巍峨耸立的高山，横亘在我们面前，涉及到复杂的专业知识，从前沿的技术应用，那些如同科幻电影中才会出现的高端算法和智能模型，到精细的市场分析，要深入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消费者的行为习惯、偏好以及市场潜力，每一个环节都容不得半点差错。跨国沟通更是横亘在面前的一道难题，不同的文化背景，就像不同颜色的颜料，各自有着独特的色调和内涵，语言习惯也大相径庭，从简单的日常交流到专业术语的表达，都需要精准理解，甚至是工作时间的差异，犹如跨越不同时区的时差，给沟通带来了极大的不便。然而，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内心的斗志瞬间被点燃。我深知这是一次证明自己的绝佳机会，就像一只渴望翱翔天际的雄鹰，终于等到了狂风骤起的时刻。为了能出色地完成任务，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开启了拼命三郎式的工作模式。每日天未亮，城市还沉浸在一片静谧之中，路灯散发着昏黄的光，我便早早来到公司。我打开公司订阅的专业国际期刊数据库，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行业期刊，如同知识的宝库，源源不断地为我输送着最新的行业理念。我仔细阅读每一篇文章，遇到重要的观点和数据，便用彩色荧光笔标注出来，然后整理成册，仿佛在编织一张知识的大网。
同时，我花费大量时间研究合作方的企业文化与工作模式。我反复观看他们公司的宣传视频，从员工们充满活力的精神面貌，到团队协作时的默契配合，都进行深入分析，阅读他们过往的项目报告，从项目的目标设定、执行过程到最终成果，试图从中找出他们的工作偏好和沟通风格，就像一位侦探在寻找案件的关键线索。为了更好地与他们沟通，我还专门报名参加了线上的跨文化交流课程，学习如何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有效的沟通，避免因文化差异产生误解。课程中，我通过模拟场景练习，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学员交流，逐渐掌握了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沟通技巧。比如，在与注重礼仪的国家团队交流时，要注意措辞的礼貌和谦逊；而与追求效率的团队沟通时，则要简洁明了地表达观点。夜晚，城市灯火辉煌，宛如一片璀璨的星河，高楼大厦上的霓虹灯闪烁着五彩光芒，车辆在街道上穿梭，如同流动的光带。办公室里，同事们陆续下班，欢声笑语渐渐远去，只剩下我敲击键盘的声音和电脑屏幕散发的幽光。我仍在对着电脑反复修改项目方案，每一个数据我都要经过多次核算，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验证，确保准确无误。我会运用多种数据分析工具，对数据进行交叉比对，就像一位严谨的科学家在进行精密的实验。每一个环节的设计，我都要与团队成员反复讨论，从可行性到创新性，力求做到尽善尽美。我们通过线上会议软件，围坐在虚拟的会议桌前，各抒己见，思维的火花在空气中碰撞。记得有一次，在讨论项目中的技术应用时，我们与国外团队产生了分歧。他们坚持使用一种在国外较为成熟，但在国内尚未广泛应用的技术。这种技术在国外的特定环境下确实展现出了卓越的性能，但我们团队则认为该技术在国内的适应性存在问题。国内的网络环境、用户习惯以及政策法规等因素都可能影响其效果。为了说服对方，我花费了整整2天时间，收集了大量国内市场的数据和案例，制作成详细的报告。我深入研究国内同类型项目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走访相关行业专家，获取他们的专业意见。在视频会议上，我条理清晰地阐述了我们的观点和担忧，通过数据图表、案例分析以及专家观点的支撑，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讨论，最终国外团队认可了我们的方案。那一刻，我和团队成员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大家的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那是共同努力后收获的甘甜果实。就在项目进行得如火如荼时，偶然间，我从一个前同事那里得知了李峰的近况。李峰因在国企的工作中频繁出错，加之此前事件对公司声誉产生了不良影响，最终还是失去了那份他曾引以为傲的铁饭碗。失去工作后的他，生活犹如陷入了黑暗的深渊，愈发窘迫。没了稳定的收入，他原本就不宽裕的经济状况更是雪上加霜。他开始频繁地向朋友借钱，每次通话时，声音里都透着疲惫和无奈。曾经那个自信满满的他，如今已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与新女友的关系也急转直下，据说两人常常因为经济问题争吵不休。女友嫌弃他没钱没事业，未来一片暗淡。每次争吵时，尖锐的话语如同锋利的刀刃，刺痛着李峰的心。
而李峰则抱怨女友不够体谅，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不能给予支持和鼓励，他觉得自己孤立无援，在生活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听到这些，我心中没有丝毫的快意，曾经的爱恨情仇在时间的冲刷下已渐渐淡去。此刻，我只是感慨命运的无常，回想起曾经，我们也曾有过美好的憧憬，在夕阳下漫步，手牵着手，畅想未来的生活，计划着一起买房、生子，构建一个温馨的家庭。可如今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他在困境中挣扎，而我在新的人生轨道上奋力前行。而婆婆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她依旧住在那狭小破旧的出租屋里，屋里昏暗潮湿，墙壁上的墙皮脱落，露出斑驳的痕迹，仿佛岁月在这里留下的一道道伤疤。因为此前在小区里的种种行径，邻里们都对他避之不及。走在小区里，人们看到他便远远地躲开，低声议论着他的过往，那些话语像无形的箭，射向他那孤独的身影。失去了儿子经济上的支持，他只能依靠微薄的养老金艰难度日。养老金本就不多，除去房租和水电费，所剩无几。偶尔，他会在清晨天刚蒙蒙亮时，就去菜市场捡些别人丢弃的菜叶。他佝偻着身子，在垃圾桶边翻找，眼神中满是无奈和窘迫，那副落魄的模样，与曾经在我面前耀武扬威时判若两人。曾经那个打扮的花枝招展，整天趾高气昂的女人，如今已被生活打磨得失去了所有的光彩。她的头发变得稀疏而花白，脸上布满了皱纹，曾经挺直的脊梁也变得弯曲，仿佛生活的苦难都压在了她的身上。另一边，我的项目终于迎来了关键阶段，成果展示。展示前的几天，我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好觉，反复演练展示内容，对着镜子练习表情和语气，确保每一个细节都能做到完美。我仔细研究每一张幻灯片的排版和配色，力求简洁明了又富有吸引力，反复琢磨每一句话的表达方式，要既专业又生动，能够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展示当天，我身着干练的职业装，精心打理了头发，化了精致的淡妆，整个人显得精神抖擞。站在台上，我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紧张的心情，然后自信满满地向公司高层和国外合作团队展示着我们这段时间的努力成果。讲解过程中，我思路清晰，对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从项目的背景介绍到目标设定，再到具体的实施过程和最终成果，我都详细而生动地进行阐述。我用流畅的英语与国外团队交流，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每一个回答都经过深思熟虑，既准确又全面。我能感受到台下投来的赞赏目光，赢得了阵阵掌声。项目顺利通过，公司不仅获得了丰厚的收益，还与国外团队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我也因此得到了晋升，负责一个全新的部门，开启了职业生涯的新篇章。随着工作步入正轨，我开始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自我提升和生活的其他方面。我报名参加了各种行业研讨会和培训课程，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和视野。在一次行业研讨会上，我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来自不同的公司，但都对行业的发展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独特的见解。我们常常聚在一起，分享工作中的经验和遇到的问题，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有一次，我们围绕行业内的新兴技术应用展开讨论，一位朋友分享了他们公司在某一领域的创新实践，
让我深受启发。我也将自己在项目中的经验教训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在交流中，我们共同成长，仿佛一群在知识海洋中相互陪伴的航行者。工作之余，我也重新拾起了自己的爱好。我喜欢阅读，闲暇时光，我会泡上一杯热茶，坐在窗边，沉浸在书的世界里。那些优美的文字，仿佛是一把把钥匙，打开了一扇扇通往不同世界的大门，让我忘却了生活中的烦恼。我会读文学名著，感受着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体会着人性的复杂与美好，也会读专业书籍，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储备。我还喜欢运动，每周都会去健身房锻炼几次，跑步、瑜伽、游泳，通过运动释放压力，保持健康的身体和积极的心态。在健身房里，我结识了一些同样热爱运动的朋友，我们互相鼓励，一起挑战自我，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有一次，在跑步时，我遇到了一位正在挑战长跑纪录的朋友，他的坚持和毅力感染了我。在他的鼓励下，我也挑战了自己从未尝试过的长跑距离。当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刻，我感受到了自己的潜力和力量。在一次公司组织的公益活动中，我作为项目负责人，带领团队为贫困山区的孩子们捐赠物资，并建设图书馆。在山区的日子里，我看到了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他们在简陋的教室里认真学习，桌椅破旧不堪，窗户没有玻璃，寒风呼呼地灌进来，但他们的眼神中闪烁着对未来的憧憬。这让我深受触动，也更加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我们一起搬运书籍，安装书架，与孩子们一起读书、做游戏。有一个小男孩特别喜欢一本关于宇宙的科普书，他睁着大大的眼睛，好奇地问我各种关于宇宙的问题。那纯真的眼神让我仿佛看到了无限的可能。看着孩子们脸上绽放出的纯真笑容，我感到无比满足，也明白了生活中除了事业，还有许多有意义的事情值得去做。偶尔，当我回忆起与寡妇婆婆一家的过往，心中已不再有波澜。那些经历就像一场噩梦，虽然曾经让我痛苦不堪，但也让我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如今，我正站在新的人生起点上，沐浴着阳光，独自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我深知未来的道路或许依然会充满风雨，但我已经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去应对。我凭借自己的努力，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在生活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我相信，无论前方还有多少困难，我都能坚定地走下去，因为我拥有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未来的日子里，我将继续努力，不断提升自己，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迎接属于我的灿烂阳光。在未来的工作中，我计划带领团队开拓新的业务领域，为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在生活中，我希望能继续投身公益事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实而有意义。我期待着每一个新的挑战，因为它们都是我成长的阶梯，引领我走向更加精彩的人生。